上周第6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在美国华府举行。这个台美经济对话机制是在美国川普总统第1任期内所创立。上周的会议则是川普总统在第2任期第1次召开 EPPD 会议，并且是2020年首届 EPPD 以来，双方主谈人首度实体面对面对谈，对台美关系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我要感谢外交部林佳龙部长、经济部龚明勋部长以及所有投入会议相关工作的同仁，也谢谢美方的支持，让会议的举办圆满顺利。各位同仁的努力和付出，达成了丰硕的成果。尤其访美期间，华府受到强烈的冬季风暴袭击，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办公机构一度关闭，大家辛苦了。从第6届 EPPD 会议的召开，我们可以看到，台美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更加深化和紧密。这几年来，台湾和美国持续在各领域强化合作交流，特别是双方推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从1979年以来台美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首批协定也已经在前年生效，奠定了台美经贸法治的基础。我上任后，执政团队除了继续推进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下一轮谈判，也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候选人以及当选人的经贸政策。也因此，去年4月，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后，府院执政团队第一线谈判成员就全程掌握、全员投入、全盘兼顾、全力以赴来因应变局。经过9个月的努力，我们已经在上个月完成台美对等关税谈判，并取得国人满意，让世界称羡的成果。这样的成果不仅仅只是关税数字的调降，更确保了台湾企业在国际经贸的竞争中，得以和世界主要竞争对手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但关税谈判只是美台合作的一部分，如何透过交流对话，扩大合作成果，持续加深台美的经济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在我们 EPPD 团队返国之后，今天稍早，林部长、龚部长在特别向我说明这个 EPPD 会议的进展，因此我也请2位部长来向全体国人报告成果。透过这次对话议程，主要聚焦在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对决、关键矿物合作、第三国合作以及双边合作4大支柱。从这些议程，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台美未来合作的3大战略方向。第一，强化经济安全。面对地缘政治局势变动， AI 与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越来越重视安全、可信与韧性，并加速建构具备韧性的非宏供应链。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这届 EPPD 会议，台湾与美国签署了系盛事宣言及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具体展现台美携手强化经济安全的共同承诺。未来，双方将准备成立工作小组，持续针对双方重要关切议题，保持密切沟通，加强互动，一起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供应链。第二，打造创新经济。台湾具有世界级的制造实力，美国则拥有无可取代的创新生态系、关键核心技术以及连接全球市场的优势。台湾与美国
正好能够形成最具战略互补的伙伴，共创互惠繁荣。透过这次对话，台美未来将共同打造创新经济。我们将针对供应链安全、无人机系统认证、消除投资税务障碍，推进实质性的计划，进一步确保台美的伙伴关系，跟上科技重塑全球产业版图的速度，开创下一个世代的繁荣。第三，发展繁荣未来。这届 EPPD 会议议题涵盖 AI 供应链、数位基础建设、关键矿物供应、无人机供应链、第三国合作等多项领域，是历届以来最为多元也最为全面的一次。这样的成果清楚表示，台美合作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而是全方位、跨领域的深度链接。台湾与美国正是彼此繁荣未来不可或缺的关键伙伴。我要特别强调，产业的互补性与法规的可信赖性，就如同台美合作的双脚，彼此缺一不可。因此，接下来台湾将会加速对接国际标准的经贸规范，建立具备可预测性与透明度的法治环境，并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深化与美国的产业对接，共同打造具备韧性与竞争力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各位国人同胞，台湾不仅加强跟美国的合作，也持续深化与各国的经贸伙伴关系。这几年来，台湾与重点投资的东南亚国家重签投资保障协定及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去年，在台英提升贸易伙伴关系的架构下，我们更签署了投资、数位贸易、能源与净零排放3项协议。台湾也跟日本签订了数位贸易协议。透过这些协定或协议，台湾能够与这些国家促进经贸往来，增加双边投资，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彼此产业的竞争力。除了有助于台湾的产业拓展全球经贸网络，也让台湾的经济进一步升级转型。台湾正走在正确的经济路线上，大步走向世界。台湾有实力，也有信心，和民主伙伴一起引领下一个世代的繁荣。未来执政团队将继续以深化台美经贸与建立科技多元布局为2大目标，让台湾产业能够进一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肩负台湾经济未来发展使命的第一线谈判团队，有他们始终在岗位上不眠不休的努力与付出，我们才能够如此大步的向前推进。经贸谈判的成果攸关国家经济繁荣与人民福祉。我期盼后续立法院审议台美关税协议，能够秉持专业、依法审查，跨越党派的藩篱，跳脱政党之间的窠臼，共同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谈判成果。经济安全，产业就越繁荣；经济越繁荣，台湾就越有实力走向世界。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新年，我要向大家拜个早年。新的一年，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持续壮大台湾，让台湾与世界并肩走在繁荣兴盛的道路上。谢谢大家。